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身负多重法律纠纷的特朗普经历可怕一周。美国司法部死咬不放，继续追查海湖庄园机密文件案，让特朗普处境被动。与此同时，国会委员会正在审查他在2021年1月6号的国会山骚乱当中扮演的角色。佐治亚州的一个大陪审团在调查特朗普潜在的选举不当行为，而纽约州总检察长又提交了关于特朗普集团涉嫌商业诈骗的诉讼，戳穿了特朗普品牌的商业神话。美媒认为，特朗普一不留神，可能就会面临家族企业破产，甚至身陷囹圄。那么，这一连串的官司会否真的让这位前总统坐牢呢？一起来洞察关键。Claiming you have money that you do not have does not amount to the art of the deal. It's the art of the steal.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直以精明商人自居，最早因为1987年出版《交易的艺术》而名声大噪。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的这句话一语双关地讽刺了特朗普涉嫌虚报资产估值的行为。9月21号，詹姆斯提起民事诉讼，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其3名成年子女伊万卡、小特朗普和埃里克以及2名特朗普集团高管告上法庭。检方指出，特朗普及其家人多年来虚报资产估值，欺骗税务人员、贷款机构和保险公司，从中非法牟利。检方要求特朗普支付至少2.5亿美元罚款。长达222页的起诉书中列举了特朗普涉嫌的数十起欺诈案，例如纽约曼哈顿第5大道的特朗普大楼顶层豪宅就被特朗普吹大到3倍。在2015年的财务报表中，特朗普的公司曾称这套豪宅价值3.27亿美元，在纽约市从来没有一套公寓能卖到这么高的价格。特朗普还声称，他所拥有的海湖庄园估值高达7.29亿美元，但其实际估值是7000多万美元，夸大了足足9倍多。詹姆斯说，特朗普这样做是为了获批利息较低的优惠贷款。伪造商业记录在纽约州是重罪，若特朗普败诉，将支付至少2.5亿美元罚款。此外，他及家人将被禁止在纽约州经营企业，5年内禁止涉案人员在纽约州购买房产。有分析认为，特朗普若败诉，无异于给他的商业帝国判了死刑。值得注意的是，对特朗普商业问题的调查实际上已经持续多年。该调查在2018年由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负责，纽约州检方2019年加入调查。今年2月，当时负责对特朗普及其家族企业进行刑事调查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2名资深检察官辞职，让特朗普家族松了一口气。今年8月17号，特朗普集团前首席财务官艾伦·魏塞尔伯格认罪，他承认和公司合谋进行了15年的税务欺诈。此前有报道称，魏塞尔伯格受到的指控包括重大盗窃、阴谋诈骗、税务欺诈和伪造商业记录等。如果被陪审团定罪，将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但认罪协议将使他免于长期刑期。魏塞尔伯格为特朗普工作了大约半个世纪。2021年7月，他和特朗普集团均被起诉，他放弃了首席财务官的工作，但仍以高级顾问的身份领取集团的工资。但魏塞尔伯格的案件并不包括特朗普本人。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表示，他的办公室没有权利提出刑事指控，但这并不代表特朗普就可以避免刑事责任。他准备将3年的调查结果提交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国税局，以便对特朗普等涉案人员发起刑事诉讼。特朗普则对这一系列指控全盘否认。他在自创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指责民主党人詹姆斯只是因为本人在竞选纽约州总检察长时糟糕的支持率而调查他。特朗普称，身为非洲裔的詹姆斯是种族主义者，该诉讼是对他发起的政治迫害。此外，他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和埃里克也一道帮腔，称那些鬼扯的民主党的政治迫害还在继续。据福布斯今年2月公布的数据，特朗普的身价约为30亿美金。特朗普家族靠房地产起家。特朗普的父亲弗雷德·特朗普在早年通过政府关系拿到了大量资金，建造了许多价格便宜的公寓，租给中下层百姓，赚取了大量财富。到了唐纳德·特朗普这一代，集团则开始做起了有钱人的生意，把商业帝国建在了曼哈顿，并且建造了以自己姓氏命名的大厦。不过，据《财富》杂志报道，特朗普自诩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实际上他不仅屡次破产，而且多宗交易都是靠耍无赖促成。
例如，特朗普在1985年以不到800万美金的价格买下了位于佛州的海湖庄园。原本卖家在1981年将庄园挂牌出售时，表明可接受的最低出价为2000万美元。特朗普获悉后，先是花费200万美元买下了海湖庄园与海滩之间的一块挂牌34.6万美元出售的土地，然后威胁海湖庄园的卖家称，如果不把房子卖给他，就在海滩和庄园间修建一栋丑陋的建筑，挡住海景。卖家无奈之下，不得不廉价将海湖庄园出售给特朗普。2011年，特朗普故技重施，为了买下弗吉尼亚州的克鲁格酒庄，他先是花费50万美元买下酒庄周边的200英亩土地，然后在土地周围插上禁止闯入的牌子，任由里边杂草丛生。前来参观酒庄的买家纷纷望而却步。原本以1600万美元挂牌出售的酒庄，被特朗普以360万美元的超低价收入囊中。此次针对特朗普商业帝国的案件，只是特朗普众多官司中的一桩。8月 ，FBI 探员突袭海湖庄园，发现100多份机密文件一事仍在发酵。司法部正对特朗普展开刑事调查。特朗普团队试图阻挠司法部去接触这些文件，并尽可能推迟调查。然而，上周三，美国第11巡回上诉法院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小组裁定，允许司法部继续调查从海湖庄园查获的机密文件。这意味着特朗普还可能面临关于违反反间谍法的调查。近期，《纽约时报》撰文指出，海湖庄园调查是特朗普多年来在法律上面临的最大威胁，而他在这场官司中并没有总统职位所赋予的保护性基础设施和宪法保护。一方面，在特朗普团队的要求下，佛罗里达州的一名联邦法官任命美国地方法院法官雷蒙德·迪里担任该案件的特别负责人，负责审查 FBI 没收的11000多份文件。由于工作量太大，上周四，迪里提出让前地方法官詹姆斯·奥伦斯坦帮助完成此项工作。奥伦斯坦时薪500美元。根据此前裁定，特朗普必须承担与审查相关的所有费用。另一方面，特朗普团队现有的一小群律师经验参差不齐。佛罗里达州的一名法官在8月告知特朗普的2名代理律师，他们向法院提交的一份例行文书出现了问题。同时，特朗普面对的司法部也不再由他控制。现任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正在有条不紊的、不张扬的对特朗普展开各种调查。在美国呢，要刑事起诉一个人更不要说是前总统。他的门槛呢其实是非常高的。如果最终起诉了一个美国前总统，然后因为证据不足被陪审团认定无罪，那个不仅仅是对美国司法部是一个重大的挫败，更重要的就是对美国的司法从历史上说，从未来来说都埋下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所以司法部长在做起诉的决定的时候，相信他会一定非常非常的慎重，主要还是看掌握的证据最终能否成功的起诉。上周，纽约州总检察长对特朗普集团提起民事诉讼，将特朗普及其3个成年子女以及2名特朗普集团的高管告上了法庭。而根据检方的证据，特朗普及其一家人多年来夸大了资产，并以此来非法牟利。那如果输掉官司的话，特朗普将面临至少2.5亿美元的罚款。那请教一下周先生，这个案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特朗普会就此破产吗？这个案件他前后花了大概3年多的时间，在特朗普在任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是特朗普他找了很多的理由不提供相关的证据，这一次他是找了大量的证据，可以说基本上被坐实了。所以对特朗普家族的这个商业信誉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一些商业伙伴他今后不得不考虑与特朗普集团做生意的时候，你必须要小心翼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哪一天特朗普集团宣布破产，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太令人意外的事情。那特朗普呢，就通过发言人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说，该诉讼是民主党总检察长可恶的权力滥用。黄先生，我们知道特朗普以往在面对法律麻烦的时候，通常呢都是以政治迫害来为自己开脱啊。那您觉得这一次特朗普他的说辞还能够站得住脚吗？这个理由当然是应该站不住脚的，因为对一个前总统进行那个住宅的搜索，并且进行指控，肯定是有相当扎实的证据。但问题在于美国现在社会的高度分裂，然后美国政治极化，因为人们看问题有2种嘛，一种是根据事实来看问题，一种是根据现象来解释问题。
那么不管你怎么解释呢，确确实实在这个特朗普这个要竞选总统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特朗普在美国政治中的能量也还有比较大的情况下，所以呢，这样呢就形成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明明是一个比较有充分的法律证据的行动，被解释为一种政治迫害。